Hello，大家，上期视频有跟大家提到，我现在已经转设计了。那我从22年底开始正式自学 UI UX，去年找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全职，所以算是花了差不多2年的时间自学吧。那这段时间我也累积了很多关于产品设计这个职业转行，还有自学方法的内容，想跟大家分享。那这期就想先开个新坑来简单聊一下我在自学过程中学到的一些经验和感悟吧。想先给新来的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在这之前我是做 Web 前端开发的，当然平时自己也有做微信小程序的独立开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用到 Figma 去画设计图，但基本上都是属于我自己从开发的角度去乱画。另外的话，我也已经做了3年半的自由插画师，这也就意味着在优势方面我已经比较熟悉一个软件产品的开发流程，也算是有一些美术相关的经验，在对行业有基本了解的情况下也是非常感兴趣很有动力去学的。那劣势就是我没有设计或者编程相关的教育背景，也不像现在很多设计博主这样就职于某某某硅谷科技大厂。相反，我之前是在靠自己独立接项目、独立开发和在很小的科技公司上班累积的经验。而且我之前做前端也是自学的，所以我的分享也许能给大家一些另辟蹊径的思路吧。最后就是我目前是在美国，所以我分享的内容可能会比较贴合这边的行业标准吧。首先关于我为什么想转行，如果有看我视频比较久的朋友，也许在我之前的 vlog 里面也看到过，我在做前端的过程中已经有好几次表现出对设计的兴趣了。在自己自学的过程中也会觉得设计的过程会比写代码的过程要有趣很多，就感觉我自己或许比较适合做这个。同时做产品设计的话，跟我画画和本身写前端这2个技能感觉会比较贴合。产品设计和前端开发本身就是需要共同合作的上下游关系，两者都需要有很强的清晰的逻辑思维。在做设计的时候呢，是需要考虑开发的可行性的。开发的时候呢，会用到同样的一些工具库，比如说设计系统组件库这些。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呢，就是创作的自由度是不同的。前端的受限会比较多，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根据一个我们已经设想好的设计，然后进行开发。设计师的话会有更多的审美和表达。工作的过程中，写码的时候，过程更多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发现 bug、解决 bug， 是找出一个可以跑通的解决方案就行。但设计的过程更多的是去探索不同的交互方案，可能方案1和2都是可行的，但是我们需要去探索体验更好的方案3。所以前端开发在团队里面关注的重点主要是这个功能跑不跑，而设计师关注的重点是体验好不好。我今年自己思考的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 AI 时代 UI UX 到底还有没有前景，对于年轻人来说是否还有必要入坑。首先吧，我个人觉得在未来大家都是会被 AI 替代的，只是早晚的问题。到时候人类和 AI 的分工或者说是共处模式，也许是基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或认知来讲，或许是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么现阶段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就是假设 UX 就是没有前景了，就是马上要被 AI 替代了。我们可以通过想想 AI 是怎么样去替代我们，然后再去判断说这个职业之后会往什么趋势去发展。那么咱们这行目前比较主流的 AI 工具呢，像V0、Lovable 这些是通过 Chat 或者说 Prompt 提示词到可以跑的产品，也就是 Code， 或者说通过图片上传一张设计图或者截图，然后 AI 根据你的图给你去生成一个可用的可以跑动的产品。或者说像自己比较常用的 Cursor 是类似的，只不过它的用户群是针对于开发者。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些工具最终产出的都是产品而不是设计稿，输入的内容呢都是需求。如果你给一个非常精致的设计稿，它可能反而还原不出来。所以我感觉将来被代替的不是设计工作本身，而是整个开发的流程。那我们用的软件 Figma 里面也有 AI 功能这些功能呢主要是用来辅助设计师工作的一些工具，其中也包含一些生成类的功能，比如说它可以去生成一些简单的界面，但是呢它没有办法做到生成一步到位而且符合具体需求的设计稿，它也不能做一个完整的流程。比如说它可以给你生成一个界面，但是它不能帮你把这个界面的前一步、后一步以及前面的所有的环节、后面的所有环节，这个整个流程完全生成出来，所以后续还是需要人去改的。我自己上班的时候也曾经无数次的就是卡住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也会想过要去找各种 AI 的 UX 界面生成工具帮我生成一些解决方案，走个捷径。但事实也证明了这些工具根本就帮不上我，最后还是得靠我自己想。所以在我看来 AI 确实会改变设计和开发的工作方式，甚至有可能直接跳过设计环节，从需求直接到产品。因为生成设计稿本身的意义其实并不大，因为它不是可用的产
产品嘛，所以如果能直接变成可用的产品，这样会更加一步到位。那对于初创团队或者独立开发者来说，我觉得用 AI 来代替设计师其实也是够用的。但是如果功能一旦开始变得复杂，想要去打磨产品，那现阶段呢还是没有可以完全代替设计师的解决方案的，还处在就是帮助设计师提升效率的阶段。反而我感觉前端好像更危险一点，毕竟 AI 写码的能力100%是比我好。我说是这么说，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什么行业都要开始思考你自己和 AI 相比的不可替代性。那设计师存在的意义还有比如说跟人或者团队去沟通合作、设计决策方向，以及如何利用 AI 帮助你完成以上等等。相对复杂的决策 AI 目前还是掌握不了的，所以设计师的关注点会在一个是宏观层面上的产品逻辑的设计，还有是微观层面上的一些细节的把控，这些都是 AI 不擅长的。那除了产品体验上的设计决策，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是 AI 很难代替的，那就是判断和审美。我们都说艺术是很主观的嘛，但是美感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相对客观的。比如说有一些设计我们乍一眼看会觉得哇这个好好看好高级，但是也说不出为什么或者具体哪里好，但就觉得很好看。很多人会问，就是没有美术功底是不是就不适合做设计？其实也并不是产品设计并不是比谁会画画，而是解决问题。我观察下来呢，能顺利转行做设计师的人，不管是哪一类设计师他的审美通常都不会差的。这样当你学会了工具之后，就会对什么是一个好的设计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最差的情况也是可以找到一个参考之后模仿学习。但是如果审美不好呢，可能会费了老大劲做出来的东西，最后是能用的，但是看起来可能是一般的。所以我觉得审美是成为任何一个设计师的基本门槛。但审美能力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不会做饭的人也可以很会吃，不过前期没有其实也没有关系。审美也是可以培养的，就是通过看好看的作品多拆解多模仿，多跟审美好的朋友讨论，慢慢就会形成什么是好的感觉。这个是我觉得成为一个好设计师在生活中可以去培养的一个习惯。当然了，交互设计中好不好看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多的时间呢还是会花在我刚才重复了很多次的解决问题上。比如说功能怎么设计，流程怎么设计，用什么组件符合用户直觉，怎么在有限的空间内摆放次要的和重要的信息等等。再比如设计 AI 产品的时候，要考虑如何利用 AI 的优势去提升功能体验，甚至是 AI 是否真的适合用在你这个功能上，而不是为了用 AI 而加 AI。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设计师花时间去思考的。就算我跟 GPT 老师一起商量着做，也需要自己去消化他给出的分析和逻辑。所以在产品设计的过程中，还有一件事我希望当初的自己早一点意识到并且去培养的习惯，就是在设计稿中保持强迫症级别的整洁，就是我们所有的思考过程都要整齐的记录，并且有一个至少是一个干净清晰的视觉呈现。这也是我上班之后观察到其他设计师都有的一个习惯。拿我自己举一些反面例子，比如说之前我在梳理一个产品功能的时候，我以前视频里都会用思维导图嘛，梳理完之后记录发现的问题，也会写在思维导图里面，或者随手就是直接写在 Figma 里面。Xmind 的模板其实也很不错了，看起来是好看的，不过毕竟不是在你的设计软件里面的，后期查看或者是追溯设计过程的时候就需要打开2个软件，如果直接写在设计稿里面那就更不好找了，也不美观。我现在觉得方案是直接在 FigJam 里面做思维导图，要么呢就是在 Figma 里面我自己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导图的设计系统，有一些通用的组件，以后我在开新坑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同一套组件改颜色字体就可以画流程图了。再比如我设计功能流程的时候，以前呢我也是在 iPad 上面随手画，但这样一个也是不美观，也不在 Figma 上，非常容易丢失。还有一个是这种随手的图画，到了后期整理项目或者你自己想要查看的时候，可能就看不懂自己在写什么了，也不方便展示。还有我自己在做个人项目的时候呢，也经常为了赶时间，设计稿就胡乱摆放，没有按功能归类，有时候同一个界面会设计好几个版本对比，最终的版本和废掉的版本也没有分开摆放等等，类似这样子的细节都会对后期整理项目，或者说我面试或者给别人展示，甚至是产品迭代的时候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困扰。比如就很难追溯为什么当时想了3个版本，我用了方案2而不是1或者3，这个思考过程就会有可能因为我没有很好的整理我的稿件而丢失了。最后呢，那如果大家对我的自学路径感兴趣，我之后可能会再单独出视频细讲。这个视频呢，我就先快速的聊一下关于怎么自学的这个问题，因为我被很多人问过，大家通常会问设计稿用什么软件
些画呀，去哪里找 Figma 课程呀，这个功能是干什么的，那个又是干嘛的，是不是得会画画，是不是得会写代码。而我最常给出的回答是交互设计中工具其实并不是重点，重点是 UI UX 能帮我们实现什么。比如说你是想找工作设计自己的产品，还是只是纯粹想了解一下这个工作是干什么的。目前市面上应该用的最多的工具就是 Figma 了，其他的他们的操作其实都非常类似，当你会用其中任意一个，其他工具你四舍五入也都算是会了，甚至呢还可以丝滑上手，像 Framer、Webflow 这种无代码建站工具。我想任何一个设计师无论换成什么软件都能有一样的产出，因此学什么工具啊，软件怎么用啊，其实并不应该是自学的重点。这里我也快速分享一个我的思路，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最终的目标，要非常非常具体。比如说你学 UI UX 是想像 UP 主一样可以设计一个小程序上线给用户用，那么你具体想设计的是一个啥产品，服务于谁，是什么形态，有什么特色，这些具体的想法都要定义出来，然后再去下载设计软件，从怎么画一个简单的组件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去学软件，可以在卡住的时候再去慢慢看教程，而不是先花好多天去看一个课程，选自己要用什么软件，把里面所有的功能都学会，所有的快捷键都背下来，这样就太枯燥太慢了。OK， 那这个视频我就先暂时聊这么多。对产品设计的自学路径或者任何产品设计相关的内容感兴趣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之后会开始更新了。那谢谢你看到这里，下次有缘再见喽，拜拜。